说起来，现在他唯一有可能在的地方就是这个巨坑了。老白，咋的？来都来了，那我们就下去一探究竟吧。哎，不对劲儿，怎么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？我也是，不过最后关头已经没退路了，加速。啊，不对，来时的洞口不见了，我们被空间传送了。哎，老白，看下面！啊，我们回到了天上，居然能瞒过圣朝时代空间法术大成的你，这种手法只能是不招人喜欢的老天爷了。没事，我们再传送回去，只要我们跑得够快，他就抓不到我。空间传送，嘿嘿，果然他来不及反应了。这是上次在时间长河里的压力，比那次强横好多。放弃操纵时间浪潮了，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压迫我上了，这是想把我碾碎吗？就这么不想被我看到初代天度吗？三番五次的阻挠我白秋然也会不爽的。那你天道的力气大，还是我白秋然的真气多？我下！老白这次可真够拼的，就是这半天了才走几步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走到底。天道使用的力量越来越强了，这是在调用虚空中的能量。真元，老白的真气压缩成了真元，老白在变强了，走得越来越快了。这样下去，他是不是就要筑基了呀？给我破！啊，终于到了！哎呀，就差一点啊！火印、脚印，初代天度，初代天度就在眼前。后世弟子白秋然拜见初代天度前辈，在下有几个问题，还请前辈不吝赐教。他已经死了，哎呀，这到头来还是一场空，老白肯定非常难受。算了，还是读给他听吧。一切都是骗局，根本的不死药。我没救了，我被我们的造物主困在此处，也出不去了。我的族人们也没救了，我活不到能够战胜东皇太一的时候了。我是人，不是神。我的寿命终有极限，我不明白，是老天创造了我，让我证明我是比东皇太一更加优秀的造物。可上天让我降生于世，又为何要帮助东皇太一来对付我？我想不通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呐！老白，他真的已经死了。我知道。难道我们天度的面前，真的已经没有路了吗？你已经是最快走得最远的一个了，你要相信自己啊！你的体内已经有了部分的真元，虽然不多吧，但这最起码是个希望。走吧，老白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外面还有人在等你呢。好。哎，老白，看你右手边。哎，老白，看你右手边。我记得那是人族的聚居地，整个东方大地都在我的保护之下，应该不会有人乱来啊！赶紧去看看。妈妈，快跑！快点跑！快救我！我被压住了！求求你快跑！儿子吧，他才5岁。别急，等会儿吃了他再吃你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原来是白大帅啊！咱们奉天地谕旨，下界来清理凡人。白大帅，这里有几个姿色不错的人族女人，
您要不要开个荤呢？哦，你过来。白大帅，您是想吃这个孩子吗？偶尔也要换种口味尝尝嘛。啊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是该换换口味了。白大帅，你怎么杀自己人？你做这种事，天帝不会放过你的。白秋然，随我去跟天帝谢罪。白大帅发疯了，快去禀报陛下！快去禀报天帝！白秋然，你……啊！这个聚落里的人大部分都已经死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快走，快走！我们肯定会杀回来的。爷爷，我们一起！别救我了，你们快走！进来吧，神使。哦，周围的活人都被我收进来了。不过，这里还有大量的鬼魂。这个时代没有鬼界，这些魂魄原本会被天神们吞噬，或他们的食粮，或者可以逃过一劫，成为游荡在野外的孤魂野鬼。你们也一起进来吧。老白啊，知县，你说的很对，前面的路必须由我自己来开辟了。你想通了？时代、天道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阻挠的因素，而不是我止步不前的理由。束缚着我的是我自己。最关键的问题，不是我能不能做，而是我想做。筑基如是，让人族不再受天神欺辱；亦如是。神呐，凭你们也胆敢与我为敌？不知道外界的时间过去多久了，也不知道白丽跟江南怎么样了，快点找到他们。那是啥呀？去看看。凭你们也胆敢与我为敌？快点找到他们。那是啥呀？去看看。文都正神，你走投无路，还不快快伏诛！陛下有令，看在白大帅的薄面上，吾等可等他回来，酌情从轻发落。哼，从轻，说的好像东皇太一会放过我似的。痴妄！你这样忤逆陛下，就为了一群凡人，你对得起对你疼爱有加的白大帅吗？你这是连累了他的前途。连累？等他回来，看到你们做过的事，非得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杀掉！白大帅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岂是与你一样的叛逆？放弃抵抗吧，温都正神！你已被鞭击中，神职和神力都被他剥夺，靠着残留的神力，又能坚持多久？哼，所谓的太皇皇增天神将，也只不过是个仗着手中神物耀武扬威的狗。我听说你一直以我夫君的神位为目标，但是一条狗
又有什么资格跟他比较？放肆！看来我不用留你活口了。是静兰，给我住手！什么人？白大帅，您怎么来了？还没有生命危险。你们说我怎么来了？你们要杀了我老婆，难道我还在旁边看着？这白大帅有所不知，温都正神为了一群人族违抗帝命，当众造反，我们手下的兄弟都出现了不少的伤亡。他如今已经是戴罪之身。所以呢？那他杀了几个神而已，就不是我的妻子了？白大帅，您和温都正神夫妻情深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但他现在已经配不上您了。他的神格神力都已经被此宝夺取，又忤逆天地之命，是为乱臣贼子。下劝您一句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您最好别再与他有任何瓜葛了，否则您也自身难保。再说句难听的，当初你们俩不也是天帝陛下撮合的政治婚姻？您有着大好的前程，何必如此执着呢？说政治婚姻还真是伤人。我们夫妻可是两情相悦。这么说，您是执意要为了他而违抗天地之命了？我们夫妻可是两情相悦。这么说，您是执意要为了他而违抗天地之命了？东皇太一的命令很不得了吗？以往白某听他命令，算是给他一点薄面。现在他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白某人也无需再给他面子。那就莫怪小神无礼了。太皇皇增天神将，请白大帅赐教。哼，赐教可谈不上。只要被这木鞭所触及，除了天地以外，所有天神都会被其剥离掉神职、神格、神力。哪怕这白秋然勇武难当，失去了这些东西，也只是一尊废神罢了。看鞭！怎么会？快跑！你没问题吧？暂时死不了。别动，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没想到你真的是人族。我结婚之前不就跟你说过？那是不熟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编。这几年我越来越相信，但在刚刚，我终于是确信了，你体内没有任何神力和神职。别说这个了，我先帮你恢复神力。怎么回事？没了？你的权柄不在这个神鞭里？你的神力应该被这鞭子吸走了，怎么没了？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家伙将一道光送回了天上，恐怕我的神职现在已经被东皇太一收走了。走吧，回去再说。嗯，你找到你要找。他死了，路断了，接下来只能靠自己摸黑前进了。没事，要找的人就在这里，你要找的人也在这里。这些话空下来再说吧。撑得住吗？扶稳一些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还是我带着你飞，现在轮到你带着我了。以后你想飞的话，我带你便是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东皇太一忽然对人族动手？听说他做了预知梦，梦见了天神的灭亡之后，天宫就一直调兵遣将，然后在今晚发动了对地面上所有人族的清剿。那厉他们怎么样了？杀了一名天神，但其他人族死伤惨重，连厉的妻子都……我毒死了聚落里的天神，把他和幸存者保了下来。但刚刚出聚落，就遇到了那个太皇皇真天神将。为了引开他，
我就和他们分开了。现在他们呢？我让他带着一队幸存者逃到我原来住的那座山里了。走吧，去找他们。丽，出来吧，是我们。师尊，看到你们没事就好，让他们先进来话里吧，这里安全。放心吧，师尊是自己人。白秋然清理干净附近聚落的天神后，便找到了一片隐蔽山谷，在智仙的帮助下设立了一个持续性很强的阵法，阻隔了天听地势的监视。将江兰安置后，又把力放了出来。江兰因为神职神力被剥夺，就算被白秋然的木属性真气救了回来，他的精神和体力也变得与凡人无异。师母没事吧？现在还好。走吧，跟我出去走走。真是凑巧，当初你我师徒二人相遇，也是在这样的一条河边。后来我传你东西，也是通过这样一片水潭。师尊的恩情，历没齿难忘。你的遭遇我都听兰儿说了，你杀死了一名天神。是的，弟子眼睁睁看着那些天神欺辱族人，杀死我的妻子。弟子趁其不备，一剑杀死了那名天神。对不起，师尊。您交给我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人族在野兽的手下自保，但弟子却忍不住用它，杀死了一尊天神。做得好。啊！但是师尊您与师母不也是？我说过了，我是人族，难道你也不相信师尊我吗？弟子不敢。你今后准备怎么做？按照惯例，弟子应当剩下的族裔继续找个地方繁衍，然后尽可能的献上祭祀，求得天神的原谅。那么你想按照规矩做吗？弟子不知道。你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人族不靠天，不靠神，只靠自己的力量，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。天神不把我们当作生命，将我们肆意揉捏屠杀，那么他们就是我们人族的敌人。面对敌人，就要消灭再消灭，杀到他们不敢对我们动手为止。可是相对于天神，弟子和族人们的力量都太弱小了，就像蚂蚁一样不值一提。没有关系，我来教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收你为我的真传弟子。在我离开之前，我会毫无保留的把我所会的一切传授于你和你的族人。弟子叩谢师尊。你谢什么？出身为父，你若是不嫌弃，甚至可以拿我的姓去用。我姓白，你以后叫百里也可以。是。这么说，还要给他做一个清明剑宗的玉佩。原来这玩意儿是我做的呀，再做一个新的好了。白秋然从储物袋里摸出了一块青玉，切了一块下来，然后唤出不灭火，另制出了一枚与后世一模一样、刻着一粒字的玉佩。这个东西给你，这是我们师门的规矩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真传弟子了。这上面的粒字和你的名字一样，是我对你的期望和勉励。是，师尊。丽，以后你要带领着人族站起来，成为顶天立地、不在天神之下的种族。是，弟子白丽定不辱使命。是吗？温都正神与东方神威大帅都反了。江兰会反是在朕的意料之中，但没想到白秋然也会跟着造反。难道他的真实身份真的是人族？有误，你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目前大地之上已经没有人族聚落存在，所有人族聚落都已经被我们顺利清剿。只是因为昨晚白大帅的造反，有小半的聚落中不少的幸存者都已经被他救走，连残魂都被他一并带离了原地。参与这些聚落围剿的天神们，一个也没有活下来。白爱卿还真是狠心呐！他在天宫供职这段时日，朕待他也算不薄。帝释天听有追查到他的下落吗？并没有。被带上天界圈养起来的人族还有多少？大约还有接近1000人，都是女人和幼童。不过臣用了一些来打点了众将士，全都收回来。当此关头，朕容不得你们再胡来，把他们好生养着，别给朕养死了。
朕还要用他们对付白秋然。另外，传朕旨意，天之9部五方天地麾下全军即刻备战。天庭地势2名神将加大搜查力度，一旦发现白秋然和江兰的行踪，立刻上报。遵旨。你醒了？我刚才出去猎了一只野兽，又寻了些滋补的药材一起煲汤，待会儿你多喝点，这对身体有好处。我让丽去修房子去了，之后我们就在此暂住，你好生休养身体。明天我教你一个锻炼的方法，人类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由我来处理。但是把所有的事都放在你肩上，我们是夫妻，不是吗？放心，一切由我。你会舍弃权柄为我铸剑，而在你虚弱的时候，我自然也不会弃你而去。你在这好好休息，我要去找一下白丽。既然现在我决定要帮助人族，那就必须对付那些天神。东皇太一作为天帝，实力必定强悍。虽然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但他手中还有东皇钟，到时候我再遇上时空传送，那该怎么办？江兰、白丽还有人族，没有我的话，他们该怎么与天神对抗？必须找到对付东皇钟的办法。不知道地仙的法术还有没有再深度开发的可能？不想这个了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想办法增强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就算没我，他们也能跟天神抗衡。接下来得好好调教白丽了。这臭小子死哪儿去了？之前不是说在这里盖房吗？该不会想不开去自杀了吧？难道我的人类强化计划就要胎死腹中了？师尊，您找我？你上哪儿去了？师尊，我刚才去树林里取了些能吃的果子来果腹。没事就好，以后你饿了直接跟我说，时间宝贵，不要浪费在这些杂事上。现在先过来，让为师看看你的身体。这家伙居然没有练差，不但基础扎实，还将每个境界都修炼到了极致。因为没有学过任何功法，现在反而可以容纳后世的所有功法。师尊，怎么？你的情况非常特殊，不能浪费。你等一等，为师回去为你想一部最适合你的功法出来。师尊辛苦了。师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猴儿他跟我说过，他也想跟着师尊学一些本事，师尊愿意教他吗？老板，还记得粗祖妖皇陵墓的字吗？粗祖妖皇并不是妖族的粗祖。我知道，我也在犹豫。现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妖族，如果我教了他，这个小东西可能就会成为妖族初祖，而只要有一个妖族诞生，那就会有更多妖族，他们可是人族的大敌呀。老板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算了，想那么远干什么？现在要对付的是天神，而妖族可以成为人族的帮手。把他抱过来吧，我将灯笼门血脉净化功法传授给你。至于主要修炼的功法，和白丽一样，这样一直空耗下去，出问题也是迟早的。让他试试修行人族的功法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，该为他创造一部什么样的功法。白秋然这么认真在想什么呢？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这么好看来的？我居然会有这种想法了，看来我真的变弱了。没想到我居然也有需要他保护我的一天。有了啊，兰儿你醒了，对不起，我吵到你了吗？没关系，我醒了有。我刚才想到了一个。谨遵天地谕令。什么？明日正午，将在淮江之山处决罪族人族全员，以告天地。钦此。是雷神，东皇太一想要引我们出去。没关系，你先好好休息，这件事你别担心，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昆仑神山东北400里处，有一座淮江之山，此山生长着许多金睛雄黄，在山的向阳处生长着许多丹栗，
在背阴处藏有无数的真金白银，在地底埋藏着无数的狼轩、黄金、宝玉。而此时，这座天地在大地上的花园中，除了负责斩首人族的天宫刽子手以外，还聚集了天宫1/8的军力。就是东皇太一对付初代天妒之时，也没有如此兴师动众过。开始斩，每过1刻钟斩1颗脑袋。若叛贼白求然不出现，那就再斩1颗，直到斩尽为止。哟，妈妈，小九，小娃娃莫哭，一会儿你妈妈跟你一样下场。斩！妈妈，快救我！哎，乖，不哭啊。白求然，这个逆贼果然来了！快闪开！这些人族都被救走了，这是你的神职？不对，你不是神，这应该是空间法术。此神手法果然神妙，怪不得陛下认为你是个威胁。可惜，浩浩天威不是一个凡人能抗衡。眼中照。哼，这里的空间已经被我封锁，你哪儿也去不了了。上次见面，你还是陛下最为器重的新秀，可惜，现如今，你这个人物，我们却不得不杀了。那便不必废话，三位，请吧。混沌法术，对金月阵，洪水增城。你的水比起蓝儿的沧海实在太浅，你的毒比他的毒也太弱。印。什么？从本源法则中诞生的瑞金，竟被火给……我们来助正神大人一臂之力！哼，火印，大号。怎么可能？东皇太一，你的眼光还是差了点。凭这些人就想战胜我，差得太远。报！陛下，金神、水神、混沌神全部溃败。难道说，这个白求然比当年那个人族还……诸位应该都听闻我曾做过不祥之梦。我原本心怀侥幸，认为那一切不会发生，但现在敌人的实力却证实那个梦。我们面对的是可能灭亡我们神族的力量，这恐怕就是神族生死存亡的一战了。微臣愿意，微臣愿意与天宫共存亡。大善，不过暂时不需要你们出力。帝释天听，有任何关于人族的动向，统统都汇报给朕。臣遵旨。陛下，不用微臣再整顿军队吗？不必，只备一股精锐即可。这次朕要亲自上阵。嗯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穿这么少站在外面，小心感冒。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。快快躺好，盖好被子。既然他回来了，那些被天神抓走的人族肯定也救下来了。但是，东皇太一是不是派了很多人伏击你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有金神、水神和雷神，还有一帮大军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点伤都没有。那就好。不过你这实力是不是有点强过头了？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不知道，1000岁以后我就没有再遇到过对手了，应该不在东皇太一之下。
你这么强，他不会允许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。下次你的敌人可能就是他了，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，你先躺着，我去帮你做饭。在跟天道一番碰撞之后，白秋然已经隐约知道了自己排位。东皇太一必然不是天道的对手，天道又不是他白秋然的对手，也就是说，他是这个时代最强之人。但就算如此，他也不能直接找上门弄死东皇太一，只因他无法对付东皇钟。我也不能确定自己以后能否搞定那口破钟，还是得想办法增强这些人族的实力呀。白秋然决定要加大力度调教白丽。师尊，平时不都是白天教课吗？怎么今天这么晚了还上课？师尊这是看你进步缓慢，心痛不已，才来给你开课了。原来我的修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嘛。那当然，时不我待，学习讲究没日没夜，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。师尊说的在理，明白就好。为师先教你境界的划分。我们人族开始修炼就被称之为修真者，而修真者从断体期开始算起，一共有9个大境界，分别是断体、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分神合体、渡劫、大成。每个境界有每个境界的特征，比如你现在体内练出来的那个和你一样的小人，那就是你的元婴，所以你现在是一名元婴期的修士。而天宫最低等的天神，光论能量的话，可能与一名分神后期的修士相仿。哦，懂了。那师尊这么强，一定是最顶级的修真者吧？心平气和，深呼吸，他是我徒弟，还是人族先祖。师尊又……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说完境界，我们再说功法。每一位修真者，他的各个方面，体质、特性、战斗力、真元强度和元神强度，都与他所修炼的功法息息相关。有些功法的入门要求就是特异的体质，或者足够强大的元神。而同时修炼功法也能反哺修真者自身，给他们带来新的特性，增加他们的各个方面的能力。你的天赋很好，虽然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修炼过任何功法，但是你给自己打了一个能够修炼几乎所有功法的底子，也因此我给你量身创造了一本新的功法，你仔细听好。白秋然新创立的功法脱胎于清明道人的清明功法，属于各方面都不强不弱的水桶型。这水桶型功法有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兼容性强，可以跟任意功法一起修行，学什么都快，还具备极强的悟性，随时都有可能创造新法术。配上这水桶功法，简直完美。徒儿记住了。将整套9阶功法全部传授给白丽后，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小猴身上。差点把你这个小东西给忘了。差点把你这个小东西给忘了。白秋然又将一套参考天神佛门金刚阿罗汉功的功法传授给了猴儿。此法综合多门断体功法，还加入了9转霸龙功，专精强化肉身跟法术。一人一猴，天赋极佳，白秋然很快就教授完毕。然后就轮到给江兰的功法了。我为你创造的功法是一门水属的毒功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一个失去力量的天神，真的能修行人类的功法吗？不用担心我，就算我不能修行人族功法，也可以找其他办法。要是真有别的办法就好了，傻姑娘，这时候还想着安慰我。之前我教你的那个毒功，你不是也成功运转到最后一步了吗？只是因为神力和修炼功法的冲突，最后才失败的。现在你没有神力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你看，你长得也和我们人类相差无几，不是吗？你想多了，我在身体上还是和人族有些许不同之处的。这个世界上，身体结构完全和人类一样的天神，就只有东皇太一一尊而已。那你的身体和人族具体有哪些不同？如果是难言之隐，那就不用说了。也不是什么不方便说的东西。我的后腰有一些鸟羽，
和我母亲当初变化的小鸟很像。原来如此，之前输送真气时探查过他的身体结构，虽然不确定是否有子府，但经脉跟人族是相近的。有经脉，再怎么样都能炼气吧？只要，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虚弱。下面我便把功法传授给你。功法内容我已经记下了。接下来运转功法试试，我用真气护着你，以免功法出了岔子。在白秋然的指点下，江兰很快便进入了状态。他的神力本源虽然被剥夺，但是体内还残留着不少曾经操纵毒虫时留下来的毒素。在这些毒素的刺激下，他很快就在体内练出了一丝丝的真气，按照某种轨迹运行在身体内的经脉之中。江兰直接进入断体后期，但随着功法的运行，他的体表慢慢的开始排出了毒素，屋子里很快便充满了一种剧毒的香味。这气体有毒，你继续运功，这套功法是可行的。我去叫附近的人们躲远点。就在白秋然轰散周围侍女的时候，无数毒虫被这股毒气吸引了过来。这些毒虫爬进小屋内，全都围绕在了江兰身边。这是以前江兰驯养的那条蛇，还有毒虫，居然又被……这些毒虫并没有袭击江兰，而是将自己的毒素帮助他休息。失去毒素的毒虫很快便会死去，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支持江兰修炼。等到江兰悠悠睁开双眼时，在她周围的毒虫们已经差尽了，只剩下了她的宠物蛇以及一只非常细小的黑色蜈蚣。你们自愿为我献身？虫嘛，是这样的，很难有灵智，而因为你和他们之间的联系，所以你被他们当做了他们的主脑。不必介怀，他们都磨得感情和恐惧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控制他们了，与其让他们出去害了别人，这样的结果也好。这只蜈蚣是我豢养的毒虫里毒性最弱小的一只，基本只能让人麻痹而不致命。可能正是因为它弱小，才能活下来吧。不过看上去也不太行了。我分一点毒性真气，你能否活下来，就看缘分吧。我分一点毒性真气，你能否活下来，就看缘分吧。哎，听懂人说话了，这蜈蚣不会也觉醒灵智了吧？不过无所谓了，妖族对现在的人族来说不是敌人。强化人族力量外，白秋然还有另一件事需要处理，那就是那些遭到天神屠戮后的人族的魂魄。这些魂魄被他暂且收到了图画之中，而这其中同时也包含着白丽的结发妻子的魂魄。按照后世的规则，他们应该前往阴曹鬼界，通过6道轮回转世再度降生。然而这个时代也没有鬼界呀，这些魂魄也就不可能轮回转生。那你自己创造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创造？是啊，那宋朝时期，人们尝试过解析东清仙朝的法术体系，因此解析了一部分生死轮回的规则。虽然只是些皮毛，但是作为引导你思绪的引子已经足够了。我相信啊，以你的能耐，一定能够将后面那些东西自己创造出来。好吧，感情我来这个时代就忙着创造各种东西了。没想到啊，白丽养的那只猴子竟然妖化了，这么大的雷劫还能把它给劈死。我来帮你一把，可别被东皇太一那个老贼发现了。秋然，我好像没有办法筑基。让我看看你的情况。你运功试试。他怎么压根没有气海？
这怎么压缩真元？我随时都有可能被东皇钟送走，再相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只有他修成仙人，久的寿命。但假如他连筑基都筑不了，那么这一切都是空谈。我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？是，不过我会解决的，相信我吧。嗯，我相信你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去准备餐食。好。师尊，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弟子有一事不解，想要请教师尊。你说说看。弟子的问题是修行境界的问题。我与猴儿用您教给我们的算经，一同将修真9境界推演了一遍，成功的推算出了大究竟有多么强。但是推算出来以后，弟子心生疑问：大子实力尚且远远不及巅峰期的师母，在他面前就如同蝼蚁。听师尊您说，师母在天神族内的排名并不是顶尖，其上还有其他9部正神、四方天帝，还有天地之尊东皇太一。他们的实力应该超过师母不少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人族要怎么和天神族一起斗？难道要依靠长时间繁衍来取得数量上的优势吗？当然不是靠人数取胜。大成期之后，人族就会飞升，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。此时的人族授予天旗，能搬山填海，就与天神无异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么师尊，大成期之后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对啊，大成期之后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问题我需要思考2天，你先好好休息，等我想出答案了以后再告诉你。弟子遵命。志仙，你知道地仙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吧？当然知道了，但地仙以上的境界我就不清楚了，那些都随着东清仙朝一夜消亡了，只在仙界内才有残留。想要带领人类走出困境，真不是动动嘴皮子或者靠一身蛮力莽过去就能做到的。我连仙人为何都不知道，又怎么传授他们仙人境界的知识，让他们能跟天神抗衡？既然不知道，那就去创造。我都整了这么多了，不差这一样。而且，既然不知道，那就去创造。我都整了这么多了，不差这一样。而且，这也是为了他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开始闭关了。闭关？那是什么？就是我需要一个安静、独立的场所，好好思考一下问题。以后吃饭不用等我了，你记得按时吃东西，早点睡觉。我没有出来以前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早点回来呀！这个地方灵气充沛，就在此闭关。老板，谢谢你啊。谢我？谢我什么？我现在懂了，原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谢谢你，让我见证你创造历史。现在你创造的历史，才是真正的历史。那你就瞧好吧。进入闭关状态的白秋然，立刻开始摸索登仙之后的境界。哎，我可以先用真气创造来推演仙人的修仙模式。之前说过，地仙时代的子府之内，元婴之下还有个名为登仙台的灵台。这个登仙台，估计就是仙人境界提升的关键。对了，在刻上神纹结构中获得符文，先试试木属性的符文。啊，才刻了2个就炸了，再试试别的属性呢？不行啊，都炸开了，看来这条路走不通。既然登仙台行不通，那么就从元婴本身来下手，先试试最笨的方案，压缩一下元婴的能量试试。啊，这就碎了，那就试试看换装，给他整点好装备。我真是天才，这元婴要是飞出子府，
肯定能吊打各路天神，而且小人还这么可爱。不过人的元婴无法离体呀，而且这样子对子府本身的强化也没符文好。算了，下一个方案搞起。这1年时间里，白秋然不断尝试各种方法，让元婴体内再造化出奇经八脉、子府灵台，然后让元婴体内又修炼元婴，各种套娃都用上了。可无一幸免，全部报废，气得老白嗷嗷叫。这么干耗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还是找找灵感吧。兰儿，兰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只是偶然来这里看了看，真是巧。你悟出突破之法了吗？没有，我想出来转转，缓一缓。那正好，我就陪你走一走吧。好了，那帮天神已经看不到这里了。天神虽然讨厌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们却创造出了一些特别美丽的东西。可他们只希望自己享受这份美丽，以后我们人族会创造出比他们更美丽的天空。走吧，我们去转转。是啊，天地不但壮阔美丽，也是我们修真之人的根基。对了，我师尊说过，所谓的修真，学道修行，求得真我，就是感悟天地，化那天地之力为己用。人体内拥有莫大的潜力，以天地之力挖掘自身潜力。若能让体内变得如同天地一般浩渺，那么成仙成圣，只在一念之间。感悟天地，然后让自己变得如同天地一样浩渺。若是在子府内开创一片天地，会怎样？舒然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又找到一个新思路。本来还想跟他多待一会儿，不过还是正事要紧。那你还不快点回去试验？还是得先送你回家。他将江兰送回家里休息后，便又回到了瀑布后的洞穴内，继续闭关。登仙台下延伸出大地，而随着大地的拓宽，整个子府也跟着一起拓宽。冥想，终于完成了第一重境界。到这个程度，已经和一般神将不相上下了。这个境界就叫做后土境。白秋然又在大陆周围凝练出一片海洋，这个境界就叫沧海境。现在陆地跟大海都有了，就该轮到地下了。轩辕这小子曾用阴曹诡计的秘文恐吓过我，拿下6道轮回不在话下。再加上智仙传授给他的一些生死法则皮毛，让他也拥有了在子府下构筑6道轮回体系的可能性。终于搞定了，6道轮回体系不过如此嘛。这个境界就叫他轮回境。哎呀，老白这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，这都能搞出来。接着是天空，还在继续呢。黄天境，再接着是归虚，这个境界就叫做归虚境吧。老白啊，老白，你究竟还能让我惊讶多少次啊？很好，据我的推算，这个境界的潜力已经不在如今天道之下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得再从头到尾验证一遍。我从没见过这种天地异象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雷霆不受我控制了？我对天道的影响开始削弱了。成了，我的一切推演都是正确的，得赶紧记录下来，过会儿就去传授给丽他们。到目前为止，白秋然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。就在白秋然刚刚雕刻完石板时，忽然他的周身降临一股庞大的意志。这是天道在注视我，是我创造5大境界，把他吸引来，是想跟我沟通吗？这次正好问问他，为什么对人族如此刻薄？要是能问出如何对付东皇钟就更好了。怎么跑了？不是吧？难道认出是我，被我吓跑了？喂，别走啊！你不是天道吗？出来呀！面对我！出来呀，老天爷！
我正想和你谈谈条件。这都行？喂，我说真的，就见一面。小甜甜，出来嘛！我这次不会和你打架啦。就把这天地翻过来。唉，你想要干嘛？回应呢？我想和你做一个交易。用牌面啊，要先创造一个肉身，再用肉身跟我见面，看上去是个男人，马上就能看清这天道的庐山真面目了。天度，你想跟我交易什么？啊？什么鬼？为什么变成我的样子？哼，变。虽然又换成女人了，但为什么总感觉和我有点像？算了，总之不是我的样子就好。你每和一个人交易一次，你就要捏一个肉身出来吗？这只是为了方便与你进行交流罢了。根据你的种族，我选择了和你一样的人族肉身，而你看起来并不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个体，于是我选择了将这座肉体变为异性。那我可真是诚惶诚恐。托你的福，我似乎知道人体的气海是怎么构筑起来。助你完善这份仙法，还是想求我救你的妻子？都不是。你作为天道，也不知道我的条件吗？我以为你是全知全能呢。并不是，我若全知全能，那早已将你和岳奇峰这2个时光外的异物给抹除了。岳奇峰是谁？哎呀，就是我。所以你到底要找我做什么交易？我希望你不再针对人族，希望你可以让人族延续下去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能再伙同天神一起对付人族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把这个世界给掀了。抱歉，我无法做这个交易。觉得我在威胁你，你不开心了？放心，这个交易是公平的，我愿意支付筹码。非也，因为天道是不能随便对世界进行干涉的，所以我本身就不会对人族出手，因此你的交换条件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阻止我传授人族功法？是东皇太一，他背叛了我。什么？我给他的任务是引导人类，但他却利用规则的缺陷束缚了我，还窃取我的力量，对人族进行大清洗。真的假的？天道不会骗人，也没必要欺骗自己的造物啊。这样最好，正好把我想要的东西都问一遍。天道，告诉我初代天度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有东皇太一为什么一直要迫害人族？可以告诉你，但我推动天神一族灭亡的过程。啊？怎么？你不同意？不，只是觉得有点出乎意料。本以为你会提点其他难搞的要求，但没想到要求我去做我本来就想做的事。不错了吧？还能白嫖一段情报呢。好，不见。那么，约定成立。我无法通过力量来束缚你，因此，一旦你违约，我就将重启整个世界。可以，能开始讲我想要的东西了吗？这就开始。无数个纪元以前，这个世界于虚空之中诞生，觉醒了一个意志，那就是我。我是这个世界所有物质潜在意识的集合，也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唯一意志。遵循我的本能，我开始引导世界造物。混沌是我的第一个作品，但它很快就死去了。然后天地自然归于清明，清上为天，浊下为地。我又创造出了地母天父，他们生出了海陆天空。接着我又创造了许许多多种族，任他们繁衍。但我发现他们都有缺陷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会停滞，然后相互捕食。我毁灭了他们，只留下其中的一小股。我想这些生物需要引导，才能更好的发展。于是我给了他们中最强悍的那只天帝的地位，作为我的代言人，替我引导整个世界。但我的造物仍然不够完美，所以在天帝统治时，我也一代一代的改造、创造、引导生物们进化，让他们优生。过程中，天帝也需要不断轮换，所以我将天帝的任期变得和我完成一轮更好的造物的周期一样。感觉你好像玩得很开心嘛。经过漫长的试验，重启了无数次世界后，
我发现从规则中诞生出来的生灵是最符合我的要求的。他们天生强大、聪明，懂得交流。我把他们称作天神，他们是我第一个满意的作品。原来当时断开的历史是这样的。从出生到成年，他们的成长幅度低得可怕，而且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于现状，不思进取。于是我开始思考我的第二样造物。这些小东西长得可真够奇怪的。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，我终于创造出了一个让我满意的种族。这是人族？他们弱小、自私，但却聪明进取，拥有比天生更大的可能性，有着永不满足的进化的野心。他们因为独特的双脚站立姿势，被后来的天神称之为人。我对天帝下达指令，让我的长子去引导这个种族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天神们还非常乐意，人族也因此而昌盛。我隐约看到了他们取代天神，成为天地主宰的那一天。而就在人族发展到鼎盛的时候，我犯了一个错误。我以人族为模板，创造出了一尊神。啊，东皇太一。他在拥有人类一切特性的同时，又具备天神强悍。我对他非常满意，于是我给了他比历代天帝都要多的支持。凭借更加优秀的生命形式和更加强悍的力量，他很快将天帝之位从帝俊手上夺走，成为新一代的天帝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却拒绝了我让他引导人族的命令。是我小瞧了人类的野心，被他完美继承的野心，让他不止于满足做一段时间的天帝。他不想让人族人人如龙，他觉得世界上的龙只需要有他一只足矣，他要做永远的主宰。于是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，他偷偷地研究着我，发觉束缚着我的规则，然后窃取了我的力量，对人族进行了大清洗。你这个天道还真是不称职啊，这么容易就被人钻了空子。我在发现了他的行为后，也想要反制，但他发现了我的弱点。他在没违反规则的前提下，让我无法直接对他进行干涉。原来如此，只要不违背规则，天道就无法对世界内的存在随意下手。记下了，回头告诉白丽，让他以后多钻钻空子。因此，比东皇太一更强悍的人族来反抗他的统治。正好这个时候，从世界之外的虚空之中，虚空的浪潮冲刷来了一具尸体。这具不明生物的尸体上面残留的特性，让我和世界都感觉到了本能的恐惧。他体内的容量就像是虚空一样无穷无尽。天度的切无尽，难道他是？我当时想把它毁掉，但东皇太一的行为已经要毁掉我的计划，于是我便解析了这具生物的遗体，以它为模板，改造、进化，创造出了一名新的人族。这个人族就是第一代的天度。原来是以那具尸体作为模板创造了天度，这样一来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那位初代天度前辈本来就是被天道钦定着去接替东皇太一的位子，但天道却反水把他坑了，所以他死时才那么怨愤。创造出他，我就后悔了。他好像就是世界的毒瘤，自他诞生后，我就再也看不到明确的未来走向。有他在的地方，我也无法看到他周围的状况。如果说东皇太一的潜力令我满意，那么他的潜力就令我恐惧。东皇太一发现了我的顾虑，所以最后他被东皇太一杀死在归墟之内时，我没有阻止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在天度死后，他的存在却被世界本身记录了下来。哪怕我是整个世界的意志，也无法抗拒这种本能。每隔不久，人族内就会诞生出一名类似的存在。我用生死寿命限制了他们，但终归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掌控，最后你还是诞生在了这个世界上。好吧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人族、天道、天神和东皇太一的一切，你该去履行自己的约定了。这下总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不过我觉得还可以跟他讨价还价一下。天道，
你让我帮你处理天神，我觉得可以去做，但是有一个情况，我必须告诉你：东皇太一手上有东皇钟，能把我传送到别的时代，而我又找不到抵抗的办法。要是我跟他一碰上，他就把我传走，那你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？我也无法阻止东皇钟。哎，不过，我可以干扰东皇钟，让你回到你想回到的时代。只要你提前做好安排，人族一样可以战胜天神，而你也能回到属于自己的时代。好吧，总比传送到其他随机时代好多了。接下来就要以这个为前提安排好一切，工作压力依旧不小啊。接下来就要以这个为前提安排好一切，工作压力依旧不小啊。别忘了，你要是违约，我就会再次重启世界。啊？那你也千万记着，别在我做事情的时候来给我使绊子添堵，否则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谁怕你？天道走后，白秋然也终于出关。归途中正好看到白丽在林中修炼，他进去前，白丽才分神中醒，现在则已经达巅峰，隐隐又要突破的样子。这次闭关至少过去了10年啊！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成仙之后的道路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。白秋然和白丽交谈一番，得知外面并无大变故的问题，答与白丽。谢过师尊。关于修行的问题先放下，你们俩先跟我来。秋然，兰儿，这次你悟出突破之法了吗？悟出了，而且还有些意外收获。不过现在我还有件要紧的事情要去办，抱歉兰儿，再等我2天。带上我一起，我已经好久没见你了。好，可能会稍微有点危险，但我会护着你。白丽用法力撑开一个小空间，白秋然又用真气护住江兰，这才算准备完毕。控制好力度，不能伤到江兰。你们都后退些。好快，这是师尊砍出来的，我都没看到师尊的动作。空间开辟成功，空间大小也不亚于这片天地，足足消耗了我1/10的真元。开辟世界果然不容易啊！天道果然被吸引来了，在主动改造新世界。不过这次不能让他随意动手，需要按我的要求来。白秋然同时也展开了神识，和天道意志间产生了沟通。他成功说服了天道，按照白秋然的要求来改造对面的世界。不错，这回天道很配合嘛。你们来仔细观瞧，这便是你们过来的目的。看天道改天换日改造世界的机会可不多呀。遵命。正好，我也偷偷学习一个。哇，我得把天道的改造手法记在心里。看来这2个小家伙也有所获，不错不错。新的世界稳定，来吧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好。师尊，为什么这里有点阴森森的，感觉不适合人族生存啊？因为本来就不是给人族生存的地方。啊！师尊，您开辟这个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是给死者开辟的世界。死者？难道
这是给死者开辟的世界。死者？难道……没错，就是我收下的那些人族魂魄。然而，离他们远点，那里鬼气太重。我输送些真气给你。那是我的族人，圣莲，圣莲，丽，圣莲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傻小子，忘了师尊专门教你的吗？人鬼殊途，他现在是精神体，你之所以能看到他，是因为你现在身处此界之中。那师尊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给你一段口诀，你自己推演一下，只要他能成功修炼，便能再度获得实体。啊，谢师尊。起来吧，为师传你一段口诀。夫君真是什么都懂。这个新生鬼界有18个嵌套空间，可以作为未来的18层地狱。我也会做好6道轮回的前置设计，剩下的你好好悟吧。谢师尊。你为什么会想开辟一个死者的世界？成为鬼魂以后，无论是被当作天神异兽的事，还是在这天地之间慢慢磨灭，对于人族而言都太过于痛苦了。我希望能让他们在轮回中更安宁些，起码不要像现在这样。不过鬼界的有些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能大概搞搞了。秋然，你看。白丽正在教鬼魂如何凝聚自己的灵体。鬼魂没有肉身，自然不可能像正常人类那样吸纳天地灵气，所以鬼魂修炼的第一步就是凝聚能够修炼的躯体。目前就先讲到这里，剩下的等我想出来再告诉你们。不过大家也可以想，集思广益。走吧，我们还有事情没做完。是，师尊。走，我们去鬼界最深处。好，你们都退后点，看仔细了。我来给鬼界留一个轮回体系。那是天雷。收，正好拿着天雷做点东西。创造新的规则吗？好厉害啊！老白已经成功将这自然景观改造成通道口了，这样灵魂就可以在这世间轮回了。好，天道果然按照我之前要求的，将天地间所有生命的生死规则带到了此界。接下来只要给他寻找一个载体。完工。如此说来，所有凡物的寿命、寿限、死期和死法都会显示在这本书上。白秋然，寿命负2900年，死法未知。就叫生死簿吧。我能做的就这些了，其他的就让鬼魂们自己完成吧。我能做的就这些了，其他的就让鬼魂们自己完成吧。想要往生的去那边，剩余的留在原地。这里是天地间所有死者在往生之前停留的世界，而你们若要留在此，就得负起管理轮回的责任。现在我会将一些基本的东西告诉你们，还有这些为你们炼制的法宝。这玩意儿练起来还真是得心应手，毕竟我没少被他们打。最后白秋然生死簿交给了这些鬼魂们，让他们负责管理和保护这个新生的轮回体系，又将那些想要往生的鬼魂送入6道轮回中。白秋然在鬼界的工作才算完成。
在将鬼仙成仙后的修炼方法留下后，白秋然就带着依依不舍的白丽返回阳间。回到阳间的白秋然立刻又开始搞起新的骚操作，他复刻了天道制造肉身的过程，生生创造出一具新的肉体出来。成了，兰儿，快来看！这师尊难道？不可能！师尊一直对师母关心备至，怎么可能出？秋然，这个孩子是……我捏出来的，不错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你创造出来的人类？人类乃是拥有高级智慧的生物，哪怕东皇太一也不可能凭空造出人类。只完成了一半，我没创出他的灵魂，这只是能够承载魂魄的死物。我是为了帮你研究气海才创出来的。你有救了，兰儿。依靠它，我已经找出在肉身上开辟气海的方法。你说的我好像快死了一样。然后是这个，好好修炼，这是为师给你们的奖励，也是你们的第一件法宝。剑刃里被我封入了那天从天道那里撸过来的天雷，可以引动雷劫攻击敌人。长棍里则带有我的不灭真火，挥舞间可以附带上凤凰的火焰。多谢师尊。接下来我要陪兰儿出去一趟，没事别随处乱跑，出了这山谷就有可能被天听地势发现。师尊，您和师母要去何处啊？度蜜月不行吗？在为江兰成功开辟出气海后，白秋然便带着他离开了山谷，开始游历整个世界，并将这些神代巍峨奇迹的景观给记载在了那本书上。秋然，你所画这本书包含这么多神代山川、各类种族信息。就叫《山海经》吧。秋然，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。白秋然、白丽即将渡劫。兰儿，我们需要尽快返回，白丽要渡劫了。白丽即将渡劫，东皇太一也会被引来。一切告诉江兰了。怎么了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兰儿，有些事，我想现在跟你坦白。什么事？你是不是问过我从何而来，又是什么人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啊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虽然你不在乎了，但是还是得告诉你，兰儿，我来自距离现在不知多少万年后的时代，我是一个诞生在未来的人。未来？难怪知道那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，原来他不属于这个时代。难为你了，一个人来到这里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。我之所以来到这个时代，是因为我在追求突破境界的时候，遇上了东皇太一的钟，被他传送了过来。但我在这里找到了突破的线索，所以不用为我担心。其实我很开心，而且最关键的，我还遇上了你。哎呦呵，铁树开花了啊！对不住啊，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只是这棵铁树今天有点主动说情话，俺实在忍不住啊。之前那个做宗主的小姑娘磨了那么久，也没见她开口吭一声。她在那个时代也有伴侣，她在那个时代也有伴侣。是有一个红颜知己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你会说你和那宗主小姑娘是朋友呢。兰儿，对不起，我没告诉你这些。你别紧张嘛，我不在意这些。兰儿，你现在是真的要和我做夫妻的吗？当然，我现在已经爱上你了。这就是神代的力量吗？这直球力度太强了呀！老白这次占大便宜了。但兰儿，你不是说过？我说的是，我绝对不会爱上一尊天神。但你是天神吗？我好歹也是炎帝血脉，认输就是认输，我不会连表白的话都没有勇气说出口。你呢，秋然？结婚这几年，我有让你喜欢上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对你的情感到底算不算喜欢。不过，在你危险的时候，
我会感到担忧；在你生病虚弱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心疼；在你不见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思念；我和你分别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不舍。有了好东西，我也会想与你分享。这是爱，这就是爱。我娘嘞，老白你怎么这么好运，碰上傻姑娘了？这个给你。兰儿，这不是你母亲留给你？所以你替我保管好了，弄坏了我可饶不了你。我知道你肯定会回去，到时候拿着簪子来找我，我会一直等你。可是，那已经是不知多少万年以后的时代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好歹是个天神，大不了我用沉眠和修炼来消磨时光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到时候你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，在那个时代和你关系密切的那个女孩子。我答应你。对嘛，果断一点，这才是我认识的你。几日后，白秋然同江兰终于又回到了山谷。师尊，您回来了！听说师尊回来，我立刻便从修炼地点赶过来了。你小子已经学会踏空而行了，修行的很快嘛。丽，陪为师出去走一走。是。为师的时间要到了，以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来定了。我明白的，师尊。进入到这个您命名为渡劫的境界后，我也能或多或少的预感到些东西。不错，确实已经到渡劫期了。你比你师姐强多了，她现在还在忙着长身体呢。长身体？我走了以后，你也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弟子谨记。临别之前，我有几样东西要给你。自我来到这个世界后，世上所有反抗天宫而遭到剿灭的种族，都在这本经书中的嵌套世界里，他们会是你的战友。谢师尊。另外，世界上目前所有存活着的人族，都在这幅画中的世界，好好带领他们。遵命。最后，这刻有各种功法跟技法，还有从修真开始到成仙以后，从断体期一直到归虚境修炼之法的石碑。这是人族的未来，只要有他们在，人族就有希望。就算是你死，也必须要保证他们被托付在值得信任的人类手中。我白丽定不会辜负师尊重托，我定将这些功法交给正确的人。我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到你渡劫的那天，就让我们师徒二人一同战斗吧。丽，不用紧张，为师为你护法。找到了，逆贼的藏身处。天庭，传讯给天帝陛下。是。陆武应召四方天帝，为朕留守天宫。重离其余五部神，率雷部、火部大军随朕出征。得令。遵旨。嚯，这渡劫的声势要比我师尊还要强10倍啊！这是天道动了杀心啊！不过也只有能度过这考验的人，才有可能推翻神族。还好九死之中有一生，要是这天道敢不留生路，看我不抽翻他！来得挺快的。白秋然，受死！陛下远道而来，观看我这笨徒弟渡劫，真是辛苦了。不过有道是观其不语真君子，看陛下手下的人趁着渡劫下黑手。说实话，陛下真是素质差呀。10几年不见，白爱卿的嘴皮子依旧如此讨厌。
这帮天神就喜欢搞这么大声势，不过酷倒是挺酷的。天道也看不下去他们装逼了。我说陛下呀，您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呀！若你之前给他3分薄面，他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打您的脸。若能给我们人族3分薄面，人神的决裂也不会这么快就到来啊！真是可惜呀！白爱卿，你拥有如此的力量，一同永享荣华富贵，但你却为这些蝼蚁一样的凡人与朕争斗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有啥好处？哼，老实说没啥好处，天天为了他们奔波，头发都愁白了。不过没什么办法，毕竟我也是个人类。那真是没办法了，白爱卿，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真巧，陛下，你今天也必须死在这里。掐死了，东皇太一！左翼方阵神矛预备。不是冲我来的，竟然借助着劫雷的力量对我徒儿出手。哼，对我徒儿出手，经过我同意没？怎么能让你们这些垃圾干扰到白丽的突破？左翼方阵投掷，万海剑诀。白秋然，他上来了！白秋然，受死！白秋然，他上来了！白秋然，受死！早看你们这群天神不爽了，明明菜的抠脚，还一个个长得那么高。正好我现在有了真元，用法天象地的神通跟你们玩玩。法天象地！来吧，还有多少天神，都一同来吧！这锁链蕴含能封锁力量的气呀，不过这东西怎么可能对老白有效啊？给我看！汉贼白秋然，山神火神，领教高招！火神，哼，三明真火！你们这火威力很大呀，不错。只可惜你遇到了我。白秋然蛮勇，非同小可。正神们，随我一起上！那千太初罡风，威元神火！很好，你这火已经比刚才的火神强悍了。什么？3头6臂而已，我也会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，白大帅！我可是您妻子的外甥孙。哦，你就是那个继承了炎帝位置的火神吧？我记得你叫重离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我。你从你投诚东皇太一那一刻，就已经不再是炎帝的后裔了。重离乃是朕的南天血帝，还是炎帝血脉，实力非同小可。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折损在白爱卿手里，看来须得朕亲自出手。
我可是期待许久了。咋回事？他变成光了？没有，他和整片苍穹融合了，小心啊！如何？这就是朕的力量，融合了无数古神权柄。朕如今已是苍天的化身。白爱卿，朕就是天，这就是天的力量，你明白了吗？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我原以为你比他要强，现在看来是我高看你了。劫云呢？我突破成功了吗？变大，变大，变大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有种无法对抗的感觉？东皇太一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造化断体功，看好了，令师尊，这就是所谓的天换地啊！天空竟然被师尊扯动了！给我撒手！你这乱臣贼子！白爱卿，你的确处处能给朕惊喜。白爱卿，你的确处处能给朕惊喜，朕还是小瞧你了。解除天人合一状态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接下来便是……白爱卿，这次该结束了。果然，终于要用东皇钟了，那就让我见识下你会怎样击败我。这尊东皇钟乃是朕的根源，朕的神职，朕就是靠着它以弱胜强，战胜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天地帝俊。白爱卿，你已经败了。时间静止。任你神通无敌，也不是时间伟力的对手，而这力量，连天道也只能在时间长河调用。白爱卿，你的肉身无比坚韧，但假如我在你颅内引爆一颗星河呢？这个家伙为什么可以动？抱歉，骗你的，是不？这招我早就尝过了。可恶！陛下，您的愈合能力很快吗？这神职是你本来就有，还是说您从别的天神那里夺取来的？别跑！哪里走？逆贼！你别过来！逃不掉的！哼！圣魔法相，神中合一，转虚世传。这拳中蕴含时间洪流之力，这种程度比天道在时间长河中制造的差远了。你用的，你用的，天河落地呀，这战斗也太激烈了。哎，这落地的位置感觉有点眼熟呢。痛！这是兰儿的神职。戏！该死的！你当怪物！你
你是天道派来对付我的吗？哼，东皇太一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。这东皇太一不知道哪里搞来了个超速再生的权柄，假如我要杀掉他的话，就必须在瞬间灭掉他的肉身跟神魂，全力凝聚一道剑气吧。要等他用东皇钟传送我的瞬间出手。逆贼，真以为朕拿你没有办法了吗？难道白爱卿，和你挚爱的人们永远的说再见吧。来了。周围时空开始扭曲了，东皇太一终于使用那招了，我也终于不用等着了。全力，长虹贯日！怎么可能？剑气！未来再见。那些金色的流光是陛下所拥有的神职，既然他们分崩离析，那陛下……不会吧？连陛下都……不可能！陛下怎么会输？陛下，师尊！笨蛋，未来再见！我以后会定居扶桑神树，你要来找我啊！江兰为神树根系下的人族送去了光芒，避免他们进化成什么奇怪的种族。而白丽则时刻没有忘记斗争，她依靠东皇太一死后导致的天宫势力分裂，带领人类顽强地存活下来。白丽在按照白秋然要求传授人族功法的同时，还将山和人并立起来，创造出了仙这个称谓，用来代指师尊白秋然，只因他与对方是在山中相遇。不过这个字反而被其他人用在了他的身上，他被人称为先祖与先帝。又过了数年，已经成长为人族领袖的白丽带着妖族猴子来到扶桑神树求见江兰。师母，不久后我们便要和天神们全面开战了，此去凶险难料，无论力是生是死，都请师母未来将这块玉转交师尊，告诉他力没有愧对他的教诲，假如有一天徒儿还能见到师尊，必定全心全意偿还师恩。已经渡劫成仙的江兰收下了白丽的玉佩，继续留在了扶桑。沧海神代终没，众神陨落，新的时代开始了。东皇钟已是碎片，这回有天道出手干扰，我们应该能回到正确的时间点吧？这不好说，就算天道操控了时间长河，也可能存在误差。不过我估计啊，误差最多不会超过50年。你来的时候啊，只能让李锦瑶带你飞，现在有了真元啊，可以自己驰骋宇宙了，真是不错啊！哼。啊，这小周居然还在，我们可以乘着他回去了。到出口了。原来是，看来这次是真的出来了。莫要妄动刀兵啊！
我把它记上。感觉这些大魔跟天神有几分相似呢。我怀疑是天神造物。没魂又没魄，还有着智能，怕是战争后期天神们瞎搞出来的鬼东西。先不管这个了，我要先回清明。也不知道你老家怎么样了。哎，那里有人。先不管这个了，我要先回清明剑宗瞧一瞧。也不知道你老家怎么样了。哎，那里有人。叶秋子，熟人呢？干嘛？你来找我有事？叶秋子，我都是想问下你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你们鬼界的系统终于坏掉了。哼，叶秋子，你少在这儿给我装蒜，2000多年了，你啥子德行，我还不晓得，那寺里头的猫腻，你肯定晓得。哼，要得，那个问题算我们鬼界自己的问题，但你莫以为你都没得事了。按照审视部部长前的所记录的时间，你的寿命早已经到头了。看来苏香雪闭关前给的那炉子长寿丹也没够折腾啊。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，赦不了，莫想了。好吧，但是我现在是筑基期修士了，你这寿元上得再给我加上200年。哪有你恁个算的？当寿命可以充值续费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都算筑基期能够加寿元，可你真的筑基了吗？筑基？都你呀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的资质当真愚钝到那种地步吗？呵呵，事实都是这样啊。哼，看你那小人嘴脸，今天我白大爷就要抽烂你！看好了，真元来！真的是真元？那还能有假？来，你让我扫描一下气海。个人隐私不容侵犯。你散慢了，我已经看到了1/4的真元量，这他妈也叫筑基？你气海10有8九都是真气。有真元不就行了吗？你往上抛，约等于一下就是筑基呀！神他妈约等于？你的气海中真气起码占了80%以上，4舍5入也给你算不到筑基吧？那我这就是积虚境界。哎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给我加个20年吧。虚阶？我咋没有听说过炼气期和筑基期间啥子时候多了一个虚？瞧你这副没见识的样子，还是鬼差呢。既然筑基到金丹中间都有个虚丹期，那炼气到筑基期之间当然也有个虚极期了，这不是常识吗？不行，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，要不你当着我的面吃下延寿的东西，要不我把你拿去归界。好嘛，薛阴差，那么白某就请招了。哼！哎，又得再去找些长寿丹来磕了。白秋然打发了薛灵后，便御剑而起，继续向清明剑宗的方向飞去。很快，他就已经能看到清明山了。然而，白秋然并没有直接回清明剑宗，因为他忽然产生了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。真是许久没回来了，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。家里那个钢板徒弟见了我，怕是又要……还是先在小镇上溜达溜达，再上山吧。哟，护山大阵运行平稳，镇民的生活也很安宁，看来没发生什么大事。起码正气道盟跟魔门联合，没有脑瓜发热，再来一次魔道大战。仙儿哥，山上那帮神仙又下来卖书了，听说这次有你想要的那本《三横经》嘞。山上的神仙，应该是青云带着清明剑宗的弟子来山下了。他最喜欢传授孩童们知识。
果然是清明剑宗弟子啊！过去看看。都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些书都是青云元君挑选的。虽然不能修道成仙，但是开阔眼界、增加谈资，那都是居家良品啊。《山海经》，这不是我在神代编撰的那本吗？错漏好多。嘿，兄弟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！这书可是经过我们六长老亲自审核的，怎么会有错漏呢？来，你讲一讲错在哪里，漏在哪里？哎呦，青云的小迷弟啊！这弟子虽然很生气，但态度依旧不算强硬，看来也是青云调教有方。那我就跟你说说，这里……祖师叔，您可终于回来了，可等死我们了！祖师叔，啊，原来青云也在这里啊！什么事这么急？绝云子终于让人打死了？不是掌门师兄，总之，您快随我回山上去吧，救救门内的孩子们呢！什么意思啊？白悄然去神墨之地已经过去30年有余了，而唐若薇这30多年来都把心思放到了修炼一事上，只可惜那本能让他逆天改命的造化断体功，他还是卡在了37层。可恶，还是没有变化。而在返京见到弟弟的10几个大兄皇妃后，他的情绪就更低落了。皇妃侧妃们，来见过若薇元君。有没有搞错？你们对大兄到底有多执着呀？我的大兄也能帮我的兄也变大呀！好不容易回到清明剑宗，他又碰到一大群莺莺燕燕的合欢宗弟子。呀，若薇师叔，又到这个时候了吗？自从师尊失踪后，每一年苏宗主都要带他们来一次。这帮家伙又吵又闹，还勾了剑宗弟子不好好修行，精勤外邪，日渐消瘦，而且怎么一个个都这么丰满？可恶！合欢宗的妖女来我清明剑宗作甚？上门寻死的吗？啊！从议事厅传出来的声音，我从未在清明剑宗听到过这声音。不过这声音中气十足，蕴含着浑厚真元，此人修为必然十分深厚。糟了，苏宗主是来打听师尊下落的，可不能让两人打起来，得去阻止他们。若薇，求见掌门绝云子。原来是若薇师叔啊，请进来吧。绝云啊，这位是谁？我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师妹了？修为这么低，而且还冒冒失失地闯进大厅来，不懂礼貌。师尊，这位是祖师叔30多年前收的亲传弟子。什么？原来是祖师叔门下的师姐。师姐？不才乃是竹峰，最近才出关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唐师姐见谅。来，请坐。若薇师叔，他是太上长老。闲职，算不上什么。不要在师姐面前瞎说。原来他就是那个清明剑宗闭关的太上长老。这太上长老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我说绝云子掌门，最近有他的消息了吗？好啊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你这个妖女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，但我清明剑宗向来与合欢宗的妖女势不两立。报上你的名号吧，我竹峰道人手中的剑不斩无名之魔。师尊，我劝你还是冷静一下。小女子素香雪是合欢宗新任宗主。你是合欢宗的新任宗主，那你知不知道合欢宗的前任宗主就是死在我们清明剑宗手上的？将你姓名刻在眼中，将你泪水化作彩虹。
我的宿命是对你娇宠，将你的肯定视作光荣，不想珍惜，举世传颂。看你笑得从容，的一个眼神就准备好为你重逢。不想做到英雄，世界那么的空，让我化身恶龙，带着我的公主无影无踪，飞向布满宝藏的山洞，却做你的英雄于1万人之中。你千里冰封我润物，无声这一生就能几次，一眼就决心的心动。